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川普登基2月，举着棒子四处加税，活像个讨债的。盟友变敌人，敌人变朋友，美国也从灯塔变成了蜡烛，就连坐拥200年历史的白宫也给他搞成了经济试用工。说好的中美贸易战打成了全球贸易战，巴菲特直言这是关税战争。那么这场战争到底是东升西降的苗头，还是世界大战的前奏呢？关税是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税款，大多数关税根据商品价格百分比来设置，通常由本国进口商支付。例如10%的关税意味着美国进口商从中国进口100美元商品，需要额外支付10美元费用。关税的一般用途是鼓励消费者购买本国商品，从而保护国内企业和就业，以及提高政府税收。但夸张的全面关税反而会起到反作用，比如推高通胀和失业率，引发金融危机，甚至是战争。自1月20日川普总统重新上任以来，美国对多国加征或威胁加征关税。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中国。2月1日，川普签署行政命令，对所有中国商品在现有基础上再加征10%的关税。3月3日，在10%的基础上再加10%，总共增加20%关税。作为回应，中国对煤炭、液化天然气、石油、农业机械、大排量汽车等美国商品也加征10%到15%的关税，同时对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，对谷歌公司展开反垄断调查等等。其实中美贸易战算是老把戏，颠三倒四也就算了，更奇葩的是，川普对盟友也是留情不认。2月1日，川普计划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25%关税，谈判后决定推迟1个月。3月12日，对所有进口钢铝征收25%关税，而美国的钢铝基本都进口自盟国。还有3月4日，川普在国会演讲中说，将于4月2日全面征收对等关税。针对美国关税战，加拿大坚决不服软，欧盟也迅速宣布反制措施，墨西哥也说会采取报复，但在谈判中有所妥协，比如承诺引渡毒枭，以及在边境增派军队。除了以上这些，川普在计划中的关税还有一箩筐，比如竞选时曾威胁对中国加征60%关税，对全球进口商品加征10%到20%的统一关税，对金砖国家加征至少100%的关税，等等等等。这样看来，头2个月的关税风波仅仅只是开始，而那些还未实施的关税才是川普政府搅动世界风云的重头戏。投资巨擘巴菲特3月2日接受 CBS 采访时说，关税是一种战争行为，并幽默补充道，牙仙子可不会帮忙付钱。牙仙是西方传说中的妖精，相传儿童换牙后，牙仙会悄悄把乳牙变成礼物。巴菲特借用这个民间故事告诉大家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关税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，变成一种商品税。当主持人请他再谈谈具体影响时，巴菲特委婉拒绝，说这话题很有趣，但他不能谈论。那么这个不能谈论的事儿究竟是啥事儿呢？1930年6月17日，时任总统胡佛签署了著名的保护主义贸易法案——斯姆特获利关税法，而巴菲特不想说的都在这个法案故事里。1895年，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，成为世界第一。20世纪初又经历了咆哮的20年代，到1929年，美国经济达到顶峰，而这一年正是大萧条的开端。原因是由于工业化进程和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，空前提高生产效率，却也形成了长期产能过剩。当时很多美国人认为粮食卖不掉，就是因为关税太低，关税低导致欧洲商品大量涌入，抢走了美国市场。要想让美国再度繁荣，必须疯狂加关税。1928年，胡佛竞选总统时向农民承诺将提高进口农产品关税，帮他们脱困。1929年，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斯姆特联合众议员霍利向国会发起关税提案。不出意外，这个提案得到众多农场主拥护，各行各业也快速形成共识，都期望用关税来解决经济危机。当时国会两院很多议员都反对，说你加关税，别人肯定会报复，最后谁的东西都卖不掉。但就跟今天一样，这些反对的人通通被打成了左派，说他们不顾美国制造业死活，就是阻止美国再次繁荣。1930年4月，国会表决，不同意的请举手。没有，关税法案就这样顺利通过两院，只差胡佛签字上马。针对这项法案，美国当然有明白人。30年5月4日，1028位经济学家联名签署一份请愿书，请求胡佛否决该法案。汽车巨头亨利·福特说法案是一项愚蠢的经济政策，并在白宫花了一整晚力图说服胡佛将它否决。JP 摩根的总裁托马斯·拉蒙特则说，他当时就差跪下来求胡佛了。但是胡佛铁了心让美国再次繁荣，最终还是签了字。法案实施之后，进口关税提高到惊人的50%。其他国家一看，你美国加关税，那我也不客气。加拿大带头行动，同样把关税加到50%，并扭头回到了英联邦体系。法国最高加到400%，彻底不跟美国玩了。德国当时深陷一战的制裁泥潭，正在那搞民族复兴呢，受到关税刺激后更为激进，直接宣布自给自足，搞起了内循环。
1929年到1932年间，美国的进口总额从13.3亿美元降至3.9亿美元，出口总额则从23.4亿降至7.8亿。与此同时，失业率也因为关税法案而失控。30年失业率为7.8%，31年骤升至16.3%，32年24.9%，33年25.1%。美国再次繁荣了吗？没有，并没有。这场由美国错误发动的全球贸易战，在1929年到1934年间，导致世界贸易规模萎缩了大约66%。大萧条从32年开始席卷全球，法西斯主义趁机登上历史舞台，最终引发了第2次世界大战，给美国和全世界各族人民带来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。严格来说，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才是真正的二战导火索。以史为鉴得出结论，保护主义关税法案等同于经济宣战。这套100年前的剧本，巴菲特当然烂熟于心。因为所有关税政策最先都会表现在股市上。过去2月，川普的关税政策飘忽不定，从周一到周五连本看，每天都不一样。关税加不加还在其次，金融市场震荡倒是不小。1929年10月24日，华尔街发生股灾，史称黑色星期四。1个月内，道琼斯指数从360点暴跌到198点，此后数月缓慢回升。不幸的是，30年6月关税法案签署，股市从此一路狂跌，直到1932年7月以低报41点最终见底。至此，整个股市由29年最高点计一共蒸发了89%。胡佛被评为最差的美国总统，而川普似乎正在重演他的历史。过去1年，巴菲特的伯克夏公司一直处于防御模式。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，伯克夏在24年 Q4 季度清仓了所有涉及标普500的指数型基金。24年末，伯克夏现金储备3342亿美元，为历史最高水平。终于，一切都像巴菲特担心的那样发生了。3月10日，礼拜一，美股遭遇大跌。标普500指数跌超2%，是22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。纳斯达克指数午市跌幅超过4%，道琼斯指数一度跌掉1100点。股灾发生后，网友调侃说，川普并不能让大家买到便宜鸡蛋，但绝对能让大家买到便宜股票。巴菲特作为价值投资大师，他可以预判风向，提前抽身，但是那些还在经营上市公司的富豪可就没这么幸运了。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统计，今年1月17日以来，参加川普就职典礼的5位富豪身家累计缩水，共计2090亿美元，其掌舵公司市值合计也蒸发了1.39万亿。亚马逊的贝佐斯身家蒸发290亿，谷歌的布林缩水220亿，Meta 的扎克伯格和 LV 的阿尔诺身家分别蒸发50亿美元。其中跌幅最大的是马斯克，由于特斯拉股价腰斩，他的身家暴跌了1480亿。24年美国大选，人类之光马斯克高调参与政治，是重金7500万为川普站台拉票。川普胜选后，作为政治分肥，宣布成立政府效率部，并任命马斯克为高级顾问。由于站队成功，马斯克的净资产在去年12月17日达到4860亿美元，成为彭博财富指数史上最高纪录。但也因为这个效率部，美国多地爆发反马斯克示威活动，社交媒体 X 还遭到大规模攻击。此外，由于川普和马斯克的极右主张，导致欧洲也在抵制，这使得特斯拉重新吐回了涨幅。川马配合的政府效率部旨在精简政府运作，削减冗余监管和浪费性开支，而以上互为因果的事态被称为川马冲击。马斯克曾多次吹嘘政府效率部1年能省1万亿，为此他裁掉了数万名联邦雇员，取消了数千项政府补助，大规模削减的部门包括教育部、国际开发署、国务院等。但根据曼哈顿研究所分析说，马斯克砍掉的都是零头，而真正烧钱的地方，像社保、医保、国防等，占总支出75%的核心项目，1分钱都没少花。也就是说，川马组合截止目前不仅没能完成省钱壮举，反而率先打崩了股市。不过也有消息说，川普在下大棋，他在故意制造衰退。他自己也曾表示，让美国走更艰难的路，成果要好上20倍。川普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有一个333经济计划，用来开启美国新的经济黄金时代。333是指 GDP 增长3%，赤字降到占 GDP 的3%，还有每天增产300万桶石油。靠不靠谱？咱一个一个说。石油增产300万桶，能降低油价，还能控制通胀，这是给选民的承诺。美国日产石油1300万桶，已经是全球最大产油国了。如果再增产，要看川普怎么跟油企博弈，比如给加拿大进口石油加关税，迫使油企增产。GDP 涨到3%，可能性不大，因为美国已经过了高增长时代，政府再怎么折腾，经济也很难跑赢市场规律。过去10多年，美国 GDP 年增速2.4%，川普第一任期1.5%，未来10年，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是1.9%。拖累因素分别包括人口老龄化、移民减少和债务高企。最后是预算赤字，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，未来赤字仍会维持在6%以上，甚至因为川普要延长减税，可能会逼近10%。贝森特想要砍掉1万亿，从超过6%砍到3%，简直难如登天。
政府效率部削减开支的方向大概有4个：一是军费，二是社保养老，三是自由开支，第4是债务利息。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，川普计划在未来5年削减8%的国防预算，可这意味着战略退守，逐渐放弃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。可他的任期只有4年，最多只能开个头，具体影响我们一会儿再说。其实医保、养老和国防动哪一个都会断送政治前途，尤其是中期选举，自由开支又没几个钱。这么看下来，唯一能省大钱的地方只有减少债务利息。减少利息，光靠川普骂美联储可不行，必须先把通胀打下来，最好打成滞胀或通缩。那这不就是经济衰退吗？川普故意制造衰退的说法，我看到最早来自《熊市陷阱》报告的创始人劳伦斯·麦克唐纳。逻辑是这样：首先，美国国债已经飙升到36.2万亿，而川普一上台就要面对9.2万亿即将到期的债务。更可怕的是，其中6.5万亿要在今年上半年偿还或再融资。其次，美国国债平均利率为3.2%，是15年以来的最高值。以这个利率计算，美国明年的债务利息高达1.2至1.3万亿，比国防预算的9000亿还高。如果能把利率降低1%，就能省4000亿，这是一笔大钱。最后，根据历史经验，每次通胀率超过6%的周期，结束时的失业率几乎都达到6%甚至8%。换句话说，没有高失业率，通胀就下不去。联邦又不能靠大规模财政支出来压制通胀，所以川普政府需要经济衰退。总结成一句话，债务利息太贵了，而衰退就能降息，降息就能降低政府债务成本。可是衰退真能精准控制吗？恐怕不能。万一股市扛不住，国债没救回来，却先把企业债和家庭债打崩了，那可真是灾难级的衰退。不光美国要完，全球都得跟着遭殃。这里面最难的当是独立机构美联储，一头要面对我行我素的川普，另一头要在加息抑制通胀和降息促进增长之间左右为难。故意制造衰退，现在下结论还太早，但制造衰退预期倒是有可能。问题是关税战争势必拉高通胀，美联储根本没理由降息。川普既要划拉关税，又要美联储降息，唯独不考虑通胀压力。那么这个关税成本到底是谁来承担呢？竞选时，川普告诉选民，关税成本不用你们承担，出口国会帮你们承担。任何经济学家听到这话，恐怕都要气晕过去。可广大选民还是信了。关税的本质是美国进口商向美国政府缴纳的直接税。如果一味加高关税，进口企业只有2种做法：要么自行降低利润，要么转嫁给消费者。当然还有第3种，也是川普所期望的，外国出口商降低批发价，扭头再去压榨自己的供应链。可能有人已经联想到了，不会是中国的牛马经济来承担关税吧？是，但不全是，因为牛马经济的问题是倾销，就算不打贸易战，它也照样压榨。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预测，关税战争将给美国带来3重打击。第一，关税推高进口成本，物价上升，通胀飙升，这将直接导致就业减少，联邦赤字增加，并引发滞胀危险，也就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。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数据，川普第1任期课征的关税，最终大多由美国消费者承担。比如2018年，川普对进口洗衣机加征50%的关税，导致洗衣机价格上升12%，每台贵了86美元。1年下来，消费者总共多支付了15亿美元。第二，富人受益，穷人买单。彼得森研究所估算，新关税会导致普遍收入下降，成本将由80%的底层民众承担。因为关税是消费税的变种，富人储蓄多，消费相对较少，而穷人日常消费更多依赖进口。加关税意味着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。第三，制造业回归困难，尤其是依赖进口原材料的企业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钢铝，钢铝都不是消费品，而是生产汽车和飞机的中间材料。一旦对中间材料加关税，必然推高成品价格，导致竞争力下降。这也是特斯拉在上海设厂的原因。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批评说，川普对加拿大钢铝加征关税，这事儿非常丑恶，因为加拿大水力发电更便宜，生产铝只是善用天然资源，并没有做错事儿。另外，美国的铝都来自加拿大，加关税等于自讨苦吃。2025年达沃斯论坛上，川普威胁所有贸易伙伴说，要么在美国建厂享受税收优惠，要么承受关税。其背后的逻辑是推进15%的全面关税，换取所得税下调至15%。这个策略用意有2：先用关税换取国内减税，再用低税环境吸引制造业回流，从而推动美国再工业化。直白地说，川普要用关税取代企业和个人所得税，重塑美国税收体系。但关税能取代所得税吗？不能，因为税基差异巨大。美国23年的进口总额是3.1万亿美元，而所得税的税基超过20万亿美元，两者根本不是一个量级。目前，全美个人和公司所得税每年约为2万亿，即使实施50%这么夸张的全面关税，每年最多也只能产生7800亿收入，远低于2万亿。所以要完全取代所得税，关税必须涨到天文数字。可是关税越高，进口就会下降，税基就会缩水，最后形成恶性循环。在我看来，川普很可能是功能性文盲，
这是典型的老年病。他只知道要保护全美190万个农场，却不顾其余3亿消费者为此买单。还有对等关税看似以牙还牙，但多达230万种的关税项目将面临无休止的调整和谈判，这本身就是一场官僚噩梦。所以这场关税战争中没有赢家，最终买单的还是美国普通人。好，聊完了美国国内形势，接下来我们放眼全球，去看看关税战争的深层影响。华尔街日报在2月有一份报道，标题简明扼要写道：通胀曾是川普的胜选利器，如今却成为他的难题。短期来看，美国的通胀压力有所放缓，尤其是2月份的 CPI 月增0.2，年增2.8，均低于预期。核心 CPI 的年增率放缓至3.1%，创下21年4月以来的最低值。这可能是因为实时识别关税引起的通胀比较困难。咱们举个例子，钢铝关税提高新车价格，随后汽车维修通胀上升，进而抬高核心服务通胀，再进一步推高汽车保险通胀。这种复杂的传导链条，一来需要时间验证，二来难以区分哪些是关税驱动，哪些是市场因素。不过市场信心就像巴菲特所说的，都觉得关税战争是灾难，所以无论 CPI 预期高低，大家都会抛售股票，在恐慌中等待衰退。一句话，公众耐心是有限的，而川普与选民的甜蜜期很快就会过去。届时就算一颗鸡蛋卖到2美元，川普也没法将责任归咎于拜登。上世纪80年代，在竞争激烈的纽约房地产界，川普亲眼见证了日本资本家横扫美国，从第5大道的摩天大楼到洛克菲勒中心，标志性产业接连易主。到了90年代，川普遭遇财务危机，于是坐上自家豪华游艇前往亚洲，希望吸引日本富豪投资。川普前副手芭芭拉·雷斯透露，彼时的日本商人被奉为商业天才，川普对此耿耿于怀。他坐在川普公主号上远眺，心中满是不甘，心说美国为日本提供军事保护，却换来了巨额贸易逆差，这天底下还有王法吗？从那时起，川普便认定关税是对外施压、减少贸易逆差的利器。1987年，川普出版畅销书《交易的艺术》，他趁热登上 CNN 拉里金现场，愤怒抨击美国的贸易政策，说我受够了其他国家占美国便宜。而这句话后来成了他2度竞选的核心口号。经济学家迈克尔·斯特兰说，川普真的相信关税理论，所以40年来逢人便讲，盟友都是搭便车的，只有美国是冤大头，这一讲就是半辈子。斯特兰认为，川普的贸易观和外交观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博弈思维，认为进口是坏事，贸易逆差等同于失败，而美国应该尽量减少对外依赖。我看资料看到这儿，突然有种莫名的伤感，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美国梦，而川普却有一个中国梦。那如果他生活在中国，岂不是也要喝中药、看战狼、挺华为？另外就是，原来川普老爷子也热衷国产，对欧美和日韩不感兴趣。那么中国梦是什么梦呢？简单说就是皇帝梦，觉得总有刁民想害朕。比如他以芬太尼走私为借口绕开国会，对加拿大、墨西哥和中国开征关税。他指责加拿大对美顺差，又暗示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。凡此种种，不像是贸易磋商，更像是皇帝在宣示主权。川普的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《没有贸易是免费的》一书中表示，关税是为了实现贸易平衡，因此他主张征收普遍的渐进式关税，并逐年提高税率，最终消除巨额贸易逆差。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史蒂芬·米兰认为，目前2%的平均关税水平太低，应该提升到20%左右，最高达到50%。米兰还曾撰文提出一系列关税评估标准，决定该对哪个国家加税。我汇总了下，可以说跟闭关锁国差不多，几乎所有国家都要加税。时间关系，大家可以按暂停仔细看看。针对中国，米兰让各国2选1，要么美国对你加关税，要么你对中国加关税。看出来了吧？川普的关税政策其实就是谈判筹码，听话就少挨打，不听话就多交税。不过我总觉得他这个工具箱里工具太少，除了加关税多挣点钱以外，其余全是损失。除非川普真想放弃美元霸权，从经济全球化走向经济区域化。米兰的构想里，关税只是手段，真正目标是压低美元汇率，提振美国制造业。他甚至建议召开全球经济强国峰会，去敲定美元重估协议。地点都想好了，就在川普的佛州官邸。协议在拟名字叫海湖庄园协定，类似1985年的广场协议。问题在于，这种操作风险极高，如果其他国家不配合，就容易从贸易战走向热战。前车之鉴就是斯姆特霍利关税法。法案签署后，胡佛曾提出3个方案：第一，驱逐移民，将工作机会留给美国；第二，增加关税，把外国商品挡在门外；第三，国内减税，重振工商业。100年一轮回，这3件事恰好也是川普反复承诺的。胡佛喊着让美国再次繁荣，而川普喊着让美国再次伟大。胡佛的政策引发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反击，导致全球贸易总量暴跌。底特律的汽车滞销生锈，中西部的粮食堆积如山，这让大萧条雪上加霜，也让各国企业哀鸿遍野。1933年胡佛下台，此后罗斯福用了10几年才将美国拉出保护主义泥潭。
期间，美国不断降低关税，重新成为自由贸易倡导者，但主动放弃贸易保护，还是不能避免惨绝人寰的二战。川普这场关税战同样会面临报复性关税，最后大概率是由政府掏钱去补贴底层和农民，造成更大的财政赤字。如果注意看新闻，会发现短短2个月，世界秩序和地缘政治已经产生剧烈变化。加拿大总理候选人马克卡尼强硬表态，说加拿大一定实施等额报复，并寻求加入欧盟。欧洲也因为乌克兰战争正在筹备8000亿用来扩充军备，同时欧洲还可能放下意识形态成见，跟中国合作。波兰、立陶宛、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一同宣布退出渥太华禁地雷公约，准备自个儿应对俄罗斯威胁。东亚这边，因为川普亲俄罗斯的做法，导致日本的军工股大涨。同时，日本国会还打算提高国防预算，以及推进国家正常化。越南则直接表示，绝不会成为遏制中国的代理战场。2025年是二战结束80周年，但这个时间点已经不是二战后，而是3战前了。你看，关税战争一旦打响，整个地球都打算关门揣家伙，这说明美国不想当世界警察，而大家也不再信任他了。美国陷入信任危机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，还真让咱给赶上了。中文圈都在说，这才是东升西降啊！我对这件事的看法，用一句话总结，叫国家有力量，人民没希望。川普说，美国人的工作将不再被夺走，相反，其他国家的工作将被美国抢走。他做出承诺的背景正是制造业空心化。空心化大致分为2个阶段，第一段是94年与墨西哥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，第二段是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。1994年，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1700万，但到2016年已下降至1200万。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过程，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过程。中国早年的亲商政策和市场潜力，在全球化中吸引了第一波外国投资者。过去30多年，中国政府也不断加大投资，重金建设大批道路和港口网络，以便引进原材料，并将中国制造的商品运送到世界各地。同样重要的还有中美关系以及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稳定汇率。如今的中国制造业已经是一个由工厂、生产线和供应链组成的庞大体系。从快消时尚、衣帽玩具到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车，几乎能制造和输出所有商品。2024年，中国出口额3.5万亿，进口额2.5万亿，贸易逆差达到了创纪录的1万亿美元。还有，由于18年贸易战影响，中国渐渐转向高端制造和前沿技术，进一步强化了第2大经济体的生产规模。DeepSeek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，震惊了整个硅谷和华盛顿。据报道，深度求索早在芯片限制之前就储备了大量的英伟达芯片。以目前该公司受到的重视来看，它大概率接受了海量的政策扶持，这就是我说的国家有力量的直观表现。另一个有力量的例子是电动车，它靠着政府补贴和廉价劳动力，凑齐了从电池到整车的全产业链。但这种只管供给不顾需求的发展模式，很快就因为倾销破坏了全球贸易平衡。在我看，国家有力量这事儿，好比穷人参加晚宴，就那么一身燕尾服，2郎腿都舍不得翘，因为料子会皱。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报告显示，截止23年末 ，A 股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共计2445家，占总数的45.7%，但是总资产规模占比只有6.1%。朝日新闻报道，广州番禺区的成衣厂靠西音订单发迹，被称为西音村。但今年受关税影响，西音的订单量大减，甚至归零。一名30岁的工厂老板说，目前车间空荡荡一片，已经死了一半。另一位43岁老板无奈说，去年还订单不断，可今年从2月份开始，西音的订单突然归零，关税影响实在太大了。也就是说，中国绝大部分制造业都是牛马经济撑起来的，而撑起大国的牛马们，在这场关税战争中几乎没什么希望。莫迪分析的经济学家克鲁斯说，中国出口占 GDP 1/5，是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。如果关税长期存在，出口美国的量可能会下降1/3，这对一个房地产市场低迷、失业率高企的经济体来说是个巨大灾难。中国之前已经承受了100%的电动车关税，以及15%的衣帽鞋类关税，如果再加20%，必然削减贸易总量，缩小贸易盈余。中国银河证券研究所在23年7月有一份报告显示，出口拉动的就业人口有1.2亿人，出口增速每提升1个百分点，可拉动27万人就业。反过来，出口增速每下跌1个点，就有27万人吃不上饭。说到这儿，还有人会觉得东升西降吗？在谁升谁降这个问题上，唯独不会出现东升西降，因为中国所得到的一切都来自自由世界的开放和包容，来自全球化和自由贸易。其实从18年贸易战开始，脱钩断链，外资撤离，失业率几度失控，日子已经一天不如一天。所以25年关税战争再加码，对中国来说不是升不升的问题，
而是怎么才能不降的问题。2000年，美国为迎接中国加入 WTO， 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。凭借这一地位，中美贸易额从当年的500亿美元一路飙升到今天的6000亿。据报道，美国正在考虑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待遇。如果撤销，意味着中美彻底战略脱钩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收紧投资、加高关税以及限制第三国转运。有趣的是，中国作为制造业中心，每天喊着发展高端技术，而美国作为高端技术中心，却每天喊着制造业回流。大家都在追求自身没有也得不到的东西。我明白这是为了产业链安全，但事实证明，内循环终将失败。只有国际国内双循环才是正途啊！川普一直在批评贸易逆差，这也是他发动关税战争的核心原因，但他显然把路走窄了。贸易逆差是指国家在特定年度内进口总值与出口总值之间的差额。简单来说，进口多出口少的一方叫逆差，出口多进口少的一方叫顺差。再简单点，感觉吃亏的叫逆差，感觉占便宜的叫顺差。美国叫逆差，其他国家叫顺差。不过谁吃亏谁占便宜，在经济和政治层面都存疑，因为川普只盯着商品贸易，却无视美国最赚钱的服务贸易。举个例子，欧盟每年有3000亿欧元的养老资金流入美国企业投资，欧盟在商品上顺差，美国在服务贸易上顺差。整体来看，双方关系并不失衡。那为啥欧洲把钱拿到美国去投资呢？这就得提到美元霸权。所谓美元霸权，是依赖美国经济、政治和军事背书的制度安排。布雷顿森林体系制造美元霸权，输出美元，最初就是为了塑造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，为世界带来和平的贸易环境。全球化自由贸易中，美国人花着美元享受廉价商品，过得很滋润，而全球其他国家生产商品赚取美元，也过得很开心。这样一来，贸易逆差不仅不吃亏，甚至有可能占便宜，因为美国用极低成本就能购买全球优质资产，吸引全球优质人才。中国人的语境里说这是劳动人民养活了美国人，美国人的语境里说这是美国用美元霸权殖民了中国人。这两种说法一正一反，属于一个局面，各自表达，但其实是一个意思。中国人饱受洗脑之苦，可能听不得霸权和殖民这俩词儿，一听就觉得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。同样的，也很难理解为啥不可能东升西降。此前节目里聊过，罪恶可以积累，荣誉和功勋也可以积累。美国人花了80年输出美元，承受逆差，维护世界秩序，这就是荣誉和功勋，也可以叫做祖宗基业。既然是祖宗基业，那美国给中国的好处是不是可以收回呢？准确说是可以的，川普也是这么干的。川普曾指控中国干预巴拿马运河的运营，结果他一上台，果然出事了。3月4日，香港富商李嘉诚及其家族所拥有的长江和记实业，在一份文件中表示，将把巴拿马港口公司卖给美国以贝莱德为首的财团。消息一出，中国为了阻止这项交易，把李嘉诚打成了汉奸卖国贼。可问题是，一个商人又怎么能和政治家去掰手腕呢？到头来只能夹在当间，两头受罪。这项交易暂时还没完成，但我隐约觉得它将成为中美正面博弈的开端和标志。为啥呢？因为关税战是被动伤害，掉血不明显，而抢港口才是正面平 A， 比较容易打脸。提起巴拿马，就想到了哥伦比亚，也想起了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，还有为马孔多而战的奥雷里亚诺上校。马孔多的一切可以看作上校家族的祖宗基业，但也是马孔多人民共同创造的财富。今天的川普就像上校的傻侄子一样，站在祖宗辛苦建设的马孔多，提着枪要收每一家的税。既然川普无视祖宗荣誉，不愿意承受逆差，那美国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中国人的不幸是祖宗没给留下啥基业，只留下了愚昧和仇恨；而美国人的不幸是拿霸权和殖民当真了，打算去挥霍祖宗基业。所以这是新冷战吗？不是，是大傻子闯进了瓷器店。冷战结束后，美国凭借美元霸权，长期依靠宏观扩张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，同时让全世界分担政策成本。到今天为止，美国政府债务飙升到36万亿，人均背负10万美元债务。虽然这些债务有霸权兜底，但如果通胀压不住，美债利率加上去，同样有崩溃风险。现在美国国力下降，不想当天下共主了，美国人也因为负债想把钱花在自己身上，这些都没问题。但川普的问题在于，他忘了美国的国家信用是奉行善良霸权挣来的。他先跑去跟侵略者谈笑风生，再回来训斥受害者，说你不配得到支援。当时整个世界都震惊了，因为谁也没见过这么不体面的大哥。我在中美贸易战那期影片说，川普是个灾难，但当时不知道灾难是什么，现在清楚了，灾难就是政治运动。在美国国内，特朗普反腐，马斯克对仗，俩人红白脸，唱得有来有回，好不热闹。美国人没有前车之鉴，但中国人一看就明白，一切堕落始于腐败，一切独裁始于反腐。还是那句话，最懂民主的是专制，最懂宪政的是独裁。那么最懂美国的是谁呢？当然是中国。在国际事务中，川普说我要拿下加拿大，我要买下格陵兰，还说泽连斯基是支持率只有4%的独裁者，是他发动了俄乌战争。
川普的发言说明他根本不在乎国际秩序，不尊重普世价值。贸易政策上，川普信仰保护主义，并打算让现实世界为此付出代价。他的财政部长和经济顾问也做出一大堆关税政策，为他的错误信仰来背书。政治运动是一场集体参与的精神性爱，每一次胜利都会产生强烈的满足感。自川普登基开始，美国就再也回不去了，只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。经济学人批评说，川普的内阁都是走狗，说再次伟大就是狂躁症。我认为骂得很精彩。很多人说川普是个商人，根本不懂政治。不过从以上3方面来看，川普还是懂政治的，因为政治的核心是人事，人事的核心是路线。川普的路线是修墙，而古今中外修墙最棒的是嬴政，是嬴政。理解了川普和嬴政，也就理解了华人川粉。华人川粉亲近白人至上的川普，就像韩国人想要朝鲜的核武器，这2件事本身就很蠢，因为那玩意儿就是用来对付你的，你却热脸去找冷屁股，说太君，咱可是一家人呐。当然，深层原因可能是这样：很多华人希望川普扫6合，以便集中精力对付共产党，其他什么乌克兰都无所谓，只要川普能把这事儿办成了，哪怕联合普京和塔利班都行。怎么说呢？如果怀着这种是非不分的心态，即使哪天真的推倒了秩序，那也只是以文革结束文革，根本无法脱离专制循环。其实政治也是一门课程，需要不断学习和探索，尤其是那些领袖和其追随者，得知道啥叫择善而从。1998年，巴菲特去佛罗里达大学演讲，讲过一个有趣的投资理念。他向 MBA 2年级学生提问说，假设你可以选一个同班同学，买入他今后一生10%的收入，你要怎么选出这个人？注意，只能选靠自己奋斗的，而不是富二代。接着加大难度，为了拥有上一个同学10%的收入，你得同时做空另一个同学，拿走他往后一生10%的收入。请问这次你又要怎么选？巴菲特说，他招人的时候会看3点，分别是品行、头脑和勤奋，但最重要的是品行。因为如果一个人头脑聪明、勤奋努力，但品行不好，肯定是个祸害。不难想象，课堂上那些被做多的人，大都慷慨大方、正直诚信，拥有领导力还不贪功；而被做空的人，普遍自私自利、贪得无厌、投机取巧或弄虚作假。前者被人认同，后者遭人嫌弃。最后，巴菲特提醒学生们：你想做空谁，就会摒弃那些缺点；而你想做多谁，就会学习那些品质。简单说，你想买入谁，就会成为谁。这就是择善而从。择善而从这个概念，孔子早就说过，但古今中外用的最好的只有巴菲特和李嘉诚。他们的择善而从不光表现在投资领域，也表现在政治理念。政治并不只有肮脏，它里面也藏着希望。甚至在我看来，中国实现东升西降的唯一路径，就是秉承择善而从的理念去参与现实政治。因为真正的东升西降是美国收回自由平等和博爱，而中国去接纳自由平等和博爱。但这并不容易，因为信用积累需要时间，正义合法性更需要检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问答。Night Fire Wins， 夜火之翼。父母说，你不生孩子，将来老了怎么办？我说，我老了就坐在门口等你们来接我，就像小时候一样。我第一遍看这个留言的时候，直接泪奔了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学性的表达。短短2句话，讲了一个留守儿童和农民工父母的悲惨故事。这既是一个人的故事，也是一个时代的故事。Only Rick WEN， 只有 Rick 能赢。说，叶老师你好，我是一个疫情解封后就立马出国的95后，在国外的这2年，我的身心都得到了很大的修复。即使大多数人对国内的未来持悲观的态度，但我的内心也已经能做到面对最糟糕的结果坦然无惧了。我的工作是一个很小众的垂直领域，收入放在国内，生活品质要比我在欧洲高上不少。加上我内心始终对异国的生活有一种文化上的隔离感，这让我有了一种想要反润回国的念头。简言之，当初我出国是在一种恐惧感驱使下做出的决定，回国是我衡量了自身未来规划的想法。想在你这里留言，听听你以及各位网友的建议。谢谢你信任。身份焦虑唯一的办法就是角色转换，角色转换要快要果断，否则思来想去又想回到舒适区。俗话说夜长梦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先说可能遇到的问题，再说具体建议。接受了普世价值的现代人，生活大致可以分为4个层面，分别是精神生活、物质生活、文化生活和性生活。这4方面缺一不可，失去平衡也不可。你说身心得到了修复，但不满足于生活品质，应该是消除恐惧之后，精神生活满足了，但物质和文化生活还欠点意思。另外从年纪看，处在性活跃期，大概率性生活也比咖啡苦。所以呢，你需要做的就是把物质、文化和性生活列入计划，拉升到与精神生活同等的水平上，而不是再牺牲一次精神生活去弥补其他3种生活的水平。文化隔离不是问题，这属于血脉觉醒的范畴，多思考多吐狼奶就好了。恬静优雅的生活需要接受多元文化，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否则只能背着文化包袱步履蹒跚。
举个例子，著名的小说家博尔赫斯作品多得像个杂货铺，《红楼梦》读得比中国人还熟，甚至在他的《恶棍列传》里还写过中国海盗。他作为一个阿根廷人，要是有文化包袱的话，在创作上不会走这么远。中国人在身份这个问题上不存在认不认同，而是终此一生都在花钱花精力买户口。留守儿童买城市户口，小城青年买省会户口，省会青年买北上户口，有产青年买美加澳新户口。为啥都在买户口？因为留下来永远都不可能同时满足4种生活。所以建议就是祝你早日落地生根，成为世界公民。国立武汉大学说，建议麦克风换个好点的，音质有点差。好主意，不如我们定个小目标，请各位朋友多多点赞，等订阅到3万，我去整一支枪麦，从此脱胎换骨。司徒王朗说，你忽略了安全因素。现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崩溃，民主与独裁阵营的敌对情绪越来越深。美国人时常自省地说道，我们付出如此高昂的成本维护世界秩序是否有必要？共产党借由我们主导的世界秩序发展壮大，反而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。这一切是否值得？我们费尽心力主导的全球秩序，但我们自身却无法成为最大的受益者。那么我们干什么要去维护它呢？也许川普上台以后，可能会考虑在某些非必要领域放弃世界秩序的主导。到时候估计有些地方会乱起来，比如他可能会不管伊朗和朝鲜的核威胁，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援，任由欧洲自己决定，同时停止打击中东恐怖分子，任其发展壮大。到时候受牵连的国家自己就会跳出来解决这些问题，而不是美国人来承受这些。反正美国自己孤悬于北美大陆，它不会轻易受到任何冲击。而目前战争高发地区是中东、东欧和亚洲，无论哪个地方爆发战争，中国都大概率逃不掉被冲击的命运。这会不会成为特朗普的战略考量？我是猜测的。这期主要讲关税战争，我一直在谴责川普的贸易政策可能会带来战争，但不可回避的是，如果战争真的来临，绝不一定是美国的责任。俄乌战争就是例子。无论怎样，历史可能都会重演，最后大概率还是由美国站出来收拾局面，因为只有他有这个实力，而他自己的经济也会受不了。其实这位朋友的论述补全了我这期内容的大背景，大概梳理一下4个重点。第一，过去美国用贸易换和平，因为和平不是免费的，需要付出代价。第二，美国要制造业回流，就是为了北美经济区域化做准备。第三，自由贸易全世界都受益，尤其是东西海岸的华尔街和硅谷，主导着人类金融和科技这2条腿，所以脱钩断链意味着大家都掉血。第四，债务是个大问题，但是没有自由贸易，各国债务会加速崩溃。根据货币基金组织数据，24年各国政府债占 GDP 比重，前5名分别是日本、新加坡、美国、法国和中国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请各位朋友多多帮我点赞，我们争取早日用上新的麦克风。我们下期再见。